欧洲雄起排除美国，召开乌克兰安全会议。泽连斯基连番拒绝表明和谈态度。乌克兰空军端掉俄军28旅排击据点，俄朝联军伤亡破 4.8 万人。乌军大反攻进入倒计时，乌军夺回黑海控制权，开始巡逻。欧洲各国全力援乌，令人惊叹。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真是闹心，本以为没有俄罗斯参与会一切顺利，但没想到欧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了较大分歧，乌克兰也受此影响一无所得。目前尚不清楚欧美的伙伴关系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会不会回到从前，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彻底雄起了。据法国外交部宣布，乌克兰安全会议在巴黎举行，主要参与国家包括英法德意波西班牙乌克兰欧盟，这次是真正没有美国参与。法国欧洲和外交部发言人声明，其准备好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来应对俄罗斯的侵略战争，维护乌克兰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称欧洲各国的共同目标是继续支持乌克兰，直至实现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这一和平将确保乌克兰的利益，也将确保欧洲各国的利益。该声明的发布就是在告诉美国、告诉俄罗斯、告诉外界，这是乌克兰与欧洲在俄乌谈判中的底线，是欧洲走向独立自主的号角。欧洲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团结，向美国主导的世界首次说不。实际上，以欧洲的实力，早就应该雄起了。一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言，在开战前，欧洲的经济是俄罗斯17倍；3年后，欧洲经济是俄罗斯的115倍。欧洲军工在开战前是俄罗斯7倍，如今是俄罗斯的33倍。此外，还有欧洲的科技创新能力是俄罗斯的75倍，人口是俄罗斯的4倍，以及还拥有2个武昌国家等等。但就是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欧洲，却偏偏患上了恐俄症，导致80年来一直活在美国的羽翼下。同时雄起的还有乌克兰，尽管泽连斯基强调对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持开放态度，但在经历特朗普团队的敲诈后，很硬气地进行了连番拒绝。其一，泽连斯基拒绝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就解决俄乌战争问题进行谈判，强调欧洲也必须参与到谈判之中。其二，拒绝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俄罗斯举行会谈。其三，泽连斯基婉言推迟了与美国签署能源矿产转让协议。泽连斯基用政治成熟克制了超出外交礼仪的情绪，毕竟拜登最后签署的数十亿美元军援还在交付中。其次，泽连斯基拒绝在沙特与美国、俄罗斯会面，他强调会去沙特，但没有与美国、俄罗斯在沙特会谈的计划。泽连斯基指出，只有特朗普团队制定出结束战争的具体计划，且美国和欧盟满足乌克兰合理要求并达成共识后，才会与俄罗斯展开对话，且他不打算与普京之外任何俄罗斯人会面。泽连斯基的反击有理有节，变被动为主动，将谈判的皮球重新踢回给了特朗普政府。回到战场上，乌克兰大反攻已进入倒计时。在库尔斯克战场，据乌总参谋部2月15日报道，乌克兰空军对叶利扎维托夫卡附近的俄军阵地进行了精准打击，空袭导致俄军第28独立摩步旅第60步枪营的一个排击据点被端。这个据点看似普通，实则一直被俄军充当针对乌克兰阵地和境内领土的无人机发射场，如今被摧毁，犹如拔掉俄军一颗毒牙。在利奥尼多沃村，俄朝联军为了策应普列霍沃方向攻势，于2月15日夜间向乌军阵地发起突袭，但就是这么倒霉，行动一开始就被乌军侦察机发现，紧接着负责侦察的俄军步兵就遭到了乌军火力点的凶猛打击。俄朝联军见事情败露，但却没有放弃进攻，在接到指挥部死命令后，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步兵冲锋。不过有不少俄朝联军士兵踩在了反步兵地雷上，而生还者则遭到了乌军 M2 步战车25毫米大毒蛇链炮的收割，战场上死伤一片。天亮后，俄朝联军或者说俄军又开始了装甲机群的冲锋，乌军则释放大量无人机进行精准阻击。据统计，此役乌军共歼灭俄朝联军140人，摧毁俄军装甲车9辆。在边界线附近，乌军第22特战营还通过短促突击方式控制了古耶沃村东南约3平方公里区域。据希尔斯基总司令2月15日通报称，俄军在库尔斯克伤亡超过 4.8 万人，其中约2万人当场死亡。如今的库尔斯克已名副其实成为另一个绞肉战场。在乌克兰战场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正努力扩大并巩固德沃里奇纳亚和扎帕德涅地区的桥头堡。一名隶属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人士2月14日报告称，
在该方向，俄军拥有比乌军更多的无人机数量优势。在南部特尔尼附近，俄军步兵正在进攻扬波利夫卡村，目前战况未明，各方正在确认其发展。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战区2月14日前后，乌军空袭了俄军一个地下指挥基地，其先派出无人机进行了战场侦察，在确认目标坐标信息后，出动米格29向其投掷了2枚 ASM 锤子炸弹，即即造成俄军指挥部发生剧烈爆炸，持续时间近10分钟，应该是引爆了基地内的武器弹药。如今乌克兰空军的参战频率越来越高，经北约升级的米格29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前线战场空袭俄军指挥部。而据乌梅罗夫透露，丹麦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大部分承诺的 F-16， 剩余的部分战机也将于近期就运抵基辅。加上幻象战机，火力军十分期待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在红军村战场，乌军正在集结重兵，其规模几乎赶上了2023年春季大反攻规模。加上新上任负责乌东作战的德拉帕蒂将军是进攻性将领，可以预见乌军接下来为了获得更多筹码，可能要打反击战，且已进入倒计时。在15日战斗中，乌军第68和第69旅成功击退了俄军在皮夏涅和达琴斯克的进攻，同时该方向的反击效果也较为明显。两处战场的乌军战斗群在加大反攻力度的同时，还在拿下的每一块阵地上迅速构建防御工事，设置大量雷区，同时将电子干扰装置前移，压制俄军的无人机，从而破灭了俄军的反扑行动。在舍普琴科方向，重组的乌军第155旅也展现出卓越的战斗力，因多次击溃俄军进攻，收到了希尔斯基司令的表彰。在楚库里涅战斗中，乌军还精准摧毁了俄军一辆 BM-21 火箭炮和一辆支援卡车。目前俄乌双方在红军村南翼的兵力非常密集，几乎达到每平方公里600人。从军事部署上来说，此前火力军曾说过，乌军集中的大都是重型装甲突击群和特战分队等兵种，加上又有至少2个旅的海马斯火力支援单位，每个摩步旅一个的自行火炮、火箭炮独立营，以及每个旅几乎人手一架至少3000架的无人机，可以想象乌军的反攻会有多么激烈。库拉霍方向，乌军第33步兵旅已选择撤退至乌拉克利地区，俄军第150步枪师第102团则在占领达河内后开始进行就地休整，并派出小股侦察部队向乌拉克利方向探索。据说16日早上遭到了猛烈攻击，战况有待进一步确定。在大诺沃希尔卡一带，乌军第110旅继续击退俄军攻势，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2辆装甲运兵车以及一套歼十短程防空系统。在南部地区，乌军也在持续展开对俄军的反击。在托克马克地区，乌军成功进行了一次突袭，并在战斗中击毁了一个俄军的弹药库。在更南端的克里米亚，乌军目前已经重新夺回了黑海控制权。由乌军护卫舰攻击无人艇和高速巡逻艇组成的新黑海舰队也开始在黑海护航巡逻，保护海上运输安全。如今，过往商船和军舰经过黑海必须得到乌方许可。可以说，经过3年战争，曾经不可一世的俄黑海舰队已经被去军事化。残余舰船从塞瓦斯托波尔港逃至新罗西斯克港，如今又躲到了更远的阿布哈兹奥恰姆提拉湾。据乌总参谋部报道，昨日乌军共歼灭俄军1180人，摧毁俄军坦克11辆、装甲车17辆、火炮59门。整体来看，双方处于势均力敌态势，战线很难形成决定性突破。俄军兵力虽然远胜乌军，但由于装备落后，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已不具备发起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乌军则在战场态势感知、后勤保障、武器装备等方面优于俄军，但由于兵力过少，在乌东这样的大平原攻防战中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俄军实施穿插围歼。乌军想要突破这一瓶颈，如今的关键就在于乌克兰空军或者说 F-16机群何时能够形成战斗力，以及乌克兰是否能产出更多的无人机投入到前线战场。据乌克兰反虚假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报告显示，2月15日夜间，乌军向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地区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目标直指当地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俄国防随后报道称，俄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伏尔加格勒州上空击落了17架无人机。虽然俄方没有澄清乌军无人机是否击中该炼油厂，但发布的现场录像显示，伏尔加格勒市发生了剧烈爆炸，且炼油厂一带燃起了大火。目击者也声称，厂区内至少有2个有关起火。与此同时，克里米亚也遭到了乌军的新一轮攻击。据悉，乌军向克里米亚发动了无人机和暴风阴影等导弹袭击。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战报传出，但当地居民称，在港口附近听到了约6起爆炸声。如今，乌军每月20万架的无人机产量，已经让打击范围内的俄罗斯人惶恐不安。如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一些大城市街头，俄罗斯官方都已经张贴了防无人机指南。
告知俄罗斯民众遭到无人机袭击时该如何躲避。总的来说，乌军通过打击俄能源、俄基地、俄指挥部来削弱俄军获取情报和实施打击的能力，其效果明显，且是未来更广泛打击的一部分。战场外的博弈和战场同样重要。援助方面，在近期援乌防长协调会中，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10多个重要援乌伙伴进行了磋商。除了火力军此前报道的英国宣布增加 1.5 亿英镑武器装备援助和德国援助100枚防空导弹以及6000架顶尖 AI 无人机外，丹麦宣布余下的 F-16将很快到达，荷兰宣布交付25辆 YPR 装甲车，波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量重型装甲车、防空系统和弹药，捷克承诺将根据炮弹计划每月交付1批炮弹，芬兰启动了为乌克兰生产装甲车项目，冰岛拨款550万欧元用于乌军排雷，瑞典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每年23亿欧元长期支持，加拿大宣布7000万美元的防空导弹很快到位，挪威宣布向援乌防空导弹联盟捐款1亿欧元，海上能力联盟则捐款2.4亿欧元，无人机联盟捐款5000万欧元。此外，2月15日，乌克兰国防工业与法国泰雷兹国际公司签署了一项合资协议，进行先进技术开发，并在防空、雷达、电子战、战术通信和光电系统领域提供运营支持。乌防长乌梅罗夫于当天会见了奈克斯特系统公司和克劳斯马菲维格曼公司的负责人，商讨了在乌克兰建设维修工厂，联合生产155毫米弹药，以及维修乌克兰防空系统，并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稍晚，他还会见了来自波音防务、航天和安全的代表团，讨论了联合无人机、弹药和空中武器生产问题。可见，欧洲为了实现政治和军事独立，已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此外，泽连斯基也重申，他需要的是武器，而不是逃跑的机票。如果基辅能拥有150到160架的 F-16以及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乌军自己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安全部队。2月15日，匈牙利阻止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第一轮谈判的启动。据悉，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的波兰提出基本原则集群的条件，要求2份线路图，包括法治和公共行政改革，但遭到匈牙利反对。同时要求乌克兰提出一份保护少数民族的计划。报道称，匈牙利此举可能会推迟甚至阻止4月份第一轮乌克兰加入欧盟谈判的启动。匈牙利在过去3年不仅一直在阻止对乌克兰的一切军事、经济援助，还积极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称这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匈牙利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计划的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欧盟必须加快乌克兰入盟进程。在整个欧洲团结的背景下，匈牙利路走窄了。特朗普和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门近期将目标对准了高达8500亿美元的五角大楼预算，准备削减开支。给出的理由是美军方存在严重浪费与低效率问题。如据美国空军时报报道，美国加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的第60空运中队 KC-10 甲机上专用的咖啡杯价格自2016年以来大幅上涨，导致军方当年仅购买25个杯子就花费3.2万美元，相当于一个咖啡杯要加1280美金。而且由于咖啡杯塑胶把手容易断掉，因此美空军3年内又花费5.6万美元进行修复，或是直接采购全新杯子。因此特朗普认为美国国防部的预算中有可能隐藏着数十甚至数百万美元的欺诈与福报滥用。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防预算由国会掌控，也就是说，政府效率部的削减计划可能会引发共和党内部与马斯克主导的效率改革方案之间的矛盾。美国海军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杜鲁门号于12日深夜11点45分左右，在地中海埃及塞德港附近与货轮发生碰撞，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如今，美国海军第6舰队公布了杜鲁门号最新的损坏状况，其舰尾右舷处有明显的损坏，船侧的一根管线也遭到严重破坏。不过，美国海军第6舰队指出，损坏部分位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水线以上，这艘航空母舰没有进水状况，也没有船员受伤，甲板上的飞机也无恙。在相撞事故4天后，杜鲁门号已经恢复正常的飞行作业，而事故成因目前美军正在调查中。据路透社援引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的话报道，其开发署督察长已被解职，但并未提供任何理由，白宫方面也没有发表评论。据悉，在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后，下令冻结几乎所有的美国对外援助，以确保后续的援助政策完全符合美国优先战略，
随后，特朗普还委派马斯克缩减国际开发署的规模。目前，国际开发署暂停了全球数百个援助项目，受影响的援助资金高达数十亿美元。根据媒体报道，2月12日，美国海军一架 EA-18G 咆哮者电战机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湾坠毁，2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并被渔船捞起获救。随后，美国海岸防卫队派出2艘舰船在圣地亚哥港口监控该战机残骸。根据初步调查，该战机在事故发生前曾发出紧急状况通报，再加上事故发生区域当时天气恶劣，能见度较差，事故原因尚不明朗。后续将由专业团队深度调查。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报道，在哈马斯决定推迟释放被扣押人员后，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均要求哈马斯需要在2月15日释放所有的被扣押人员，否则将取消停火协议，甚至是重启以哈战争。为防止加沙停火协议破裂，目前埃及和卡塔尔正在加大调节力度。哈马斯代表团现已抵达开罗，并与埃及高层讨论了后续停火协议的具体实施以及交换被扣押人员等问题。据埃及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方面现已正式表态，可以按照协议在2月15日正常释放一批被扣押人员，但拒绝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关于释放所有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要求。根据媒体报道，澳大利亚于去年初公布了新一代造舰计划，在1级水面舰方面将筹获6艘亨特级神盾巡防舰，在2级水面舰方面将购入11艘通用巡防舰、6艘大型可载人水面舰艇，总价值约111亿澳元。其中，在通用巡防舰方面，将从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和德国的 MEKO-A 200型巡防舰中2选1。近日，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宣布，其海上自卫队将于2月中旬至4月初派遣1艘最上级护卫舰到澳大利亚参与一系列海上联合演训，借此展示实践战力，以提高得标几率。此外，日本方面还表示，可优先向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交付首艘最上级改良型巡防舰。如果澳大利亚正式采用日本方案，未来日本将负责前3艘同型舰生产，后续再以技术转移方式协助澳大利亚在本土制造8艘后续舰。据德干先驱报报道，印度最近启动了该国天基监视计划的第3阶段项目。根据这一计划，印度将把52颗监视和通信卫星送入低地球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的第1阶段可追溯至2001年，当时印度发射了属于卡托萨特卫星和雷达成像卫星系列的4颗卫星，这些卫星旨在监测敌方部队在边境的调动情况，以及重要的军事设施，包括补给站、空军基地和营地。其拍摄的图像分辨率精准到1米，为2001年至2002年的印巴局势提供了重要信息。在第1阶段取得成功后，印度于2013年推进了其后续项目，也就是第2阶段。该项目由6颗监视卫星组成，包括卡托萨特卫星 2C 型、2D 型、3A 型、3B 型，以及豪威卫星1型和雷达成像卫星 2A 型。至于最新的第3阶段，印度已拨出32亿美元专款，用于在未来10年打造新一代卫星。其中，印度国有航天机构将制造首批21颗卫星，其余31颗则会交付于其他企业制造。这些新卫星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使其具备交互能力，后续将成为印度天基星座战略的一部分。一旦投入使用，可极大提升印度的天基监视能力。一方面是提升实时监测力度，早期的卡托萨特卫星 2C 型4天才能提供1次目标图像；一方面是提升印度的通讯能力。印度此前的专用通信卫星数量有限，致使其与友军的安全通信存在延迟和其他风险。此外，印度还计划发射量子卫星，并与法国合作制造下一代间谍卫星，以促使未来的监视系统能够全天候收集敌方军事设施以及兵力部署的情报。在上述天基系统升级后，其配套的地面基础设施也将得到扩充。目前，印度国防航天局正在打造一种新型发射平台，可在60分钟内将一颗650公斤的卫星发射至约750千米的高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欧盟的团结将为乌克兰带来哪些变化？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